距离5月9号还有不到1周，莫斯科市中心进入高度警戒。根据路透社和俄国内部媒体披露，俄罗斯红场阅兵现场周边已启动电子干扰装置、防空雷达，以区域封锁演练，预防无人机或飞弹袭击。最关键的是，普京本人会不会现身？目前俄方未公布确切安排。据悉，俄罗斯安全单位正建议高层考虑改为直播演说，或由代表出席，以避免成为攻击目标。而另一边，北京对是否让习近平出访莫斯科也保持极度低调，外交部尚未释出明确回应。就在全世界都在猜习近平会不会现身红场阅兵。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今天的局势背后藏着什么力量转动？一起看懂关键细节。5月9号，俄罗斯红场，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庄严的纪念二战胜利阅兵式，但今年现场多了不确定，多了悬念，也多了火药味儿。这场阅兵不只是一个仪式，它可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共同站台的象征，也可能变成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具挑衅意味的高危事件。因为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警告，我不能保证那天不攻打莫斯科。一句话，让这场阅兵变成世界级的战略地雷。俄方邀请多国元首共襄盛举，但目前已有3位领导人以健康或安全为由退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心脏病突发，医师宣布无法在数日内正常活动。斯洛伐克总理佐菲突然病倒，状况未明。印度总理莫迪传出确定不会前往莫斯科。与中共官媒有深厚渊源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5月4号不无感慨地说，还是祝武契奇早日康复吧。这些外交变动都指向一个共通点，没人想在那天冒着生命危险站在红场上。美国资深评论员兰树认为，我觉得习近平去的可能性还是会大一点，因为如果习近平真去的话，我觉得泽连斯基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发动任何的攻击，他并不见得会真正的就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就引起了一个国际上一个全面的争端。兰树认为，其他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不去，可能并非乌克兰的威胁，他们主要的考量是俄乌战争引起了国际方方面面的局势紧张，这不只是俄乌之间的关系，还有所有的国家不同的阵营之间对峙的一个选择，这在这次红场阅兵仪式上变得非常敏感。而中共不同，在俄乌战争中捞取的好处多了去了。兰树指出，俄罗斯是用它的石油换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供应品，包括战争的那些供应。中共在这个过程中，他赚便宜占老大了。所以中共在俄乌战争的在支持俄罗斯的这一系列的行动上，他从来没有吃亏。中共支持俄罗斯，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中俄之间是一个战略框架的合作，这是个长时间的非常稳定的合作。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有大批的粮食，中共需要粮食。如果说是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那么中共的粮食就不用发愁了，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大量的石油，这样子对于中共来说，粮食石油的问题都解决，这是中共的一个长期策略。中共与俄罗斯之间在经济利益上它是互补的。习近平不能取消这次莫斯科之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兰树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压力很大，要平衡各个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他是以退为进，把具体的工作让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人分管，减轻自己的压力。张又侠和习近平的矛盾里面，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张又侠并不反共，中共党内的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们很多是红二代，他们都不反共。中共内部这几部分人的权力争夺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维护中共的统治。中共倒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很多人已经等不及了，希望早些发生。
里奥学者李元华则认为，如果普京视频观礼的消息是真的，习近平可能也不敢去了。中共官员个个都把自己的命看得很重，他会找一个借口临阵脱逃，只对外宣布，不让中国人知道。如果普京不在现场，他却在，就显得太奇怪了。可是俄罗斯是习近平手里一张对抗美国的牌，不能不打。李元华说，他其实跟俄罗斯现在就是想怎么抗美国。如果他现在说一定要一意孤行的去，那就说明他手里真没啥牌了。如果他再没有俄罗斯这张牌，可能就是不行。所以这是他去和不去的理由吧，我们帮他说吧。他要去的话，就说明手里真的是没牌了。俄罗斯对他这张牌非常重要了。说不去的话，像他们来讲，真的安全是第一的。时事评论人员、台湾资深律师童文勋指出，这或许只是泽连斯基的嘴炮，却足以引起国际的关心和注意。这会给全世界一个印象，不可以小看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和决心。莫斯科的二战胜利日阅兵是俄罗斯一年一度重要的政治与军事的仪式之一，在纪念二战胜利，同时展示军事力量和国家的团结。今年5月9号这场阅兵仪式时间点特别敏感，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种种孤立和经济制裁越来越严重。普京想借由邀请盟友参与阅兵，打破外交孤立感，展示军事的强大。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选在这时去跟普京共同阅兵，无疑想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他站在普京一边。习近平真的不怕死吗？他为什么要去？就是要强化中共与俄罗斯的战略联盟。习近平非常害怕普京被川普拉过去，如果被普京出卖，背后捅刀子，那问题就严重了。中俄关系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在升温，而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这么多经济制裁之后，中共就成为俄罗斯对外金流的一个中介点。此次习近平去莫斯科传递的信号很明确，中共不害怕国际社会的压力，就是要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而参与这场阅兵，可以让习近平展现一个强人的形象。中共的宣传喉舌会把这包装成一个大国领袖并肩作战的标志，既可提升民族自豪感，又能转移关税的压力，转移国内焦点。童文勋认为，习近平这种高调的外交行动可能有利于巩固中共政权，却是弊大于利。欧盟和美国已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对俄罗斯提供任何军事支持。习近平此举显然是对西方的一种挑衅，很可能招来国际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这对于已经面临关税压力和国内经济下行的中共来说，当然是一场豪赌，一场政治豪赌。川普4月2号宣布了美国的解放日，这是美国重新开国、重塑世界新秩序的日子。习近平却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讯号，他要带着中国绑进一个邪恶的轴心。习近平这样，却不代表普京也想这样。普京分分钟都可以出卖中共。红场今年的这场阅兵绝对很有看头，这是2025年全球大事中非常重要的一幕。如今俄罗斯这场阅兵不只是仪式，更可能是一次测试，一次对世界秩序与未来对抗线的真实演练。而那一天，全球都在看习近平会不会去，红场会不会出事。那么你认为习近平会出现在红场上吗？如果你是他，会怎么选？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